大家好，我是柴七。因为本周只有2个 BO5，所以这期节目短了一点，希望兄弟们理解一下。本期就来带大家看看4强战有哪些好玩的事儿吧！冲冲冲！狮子之心，4强第一战被我们寄予厚望的G2在4进2的时候倒在了大乌龟的手下，未能实现和 LPL 会师决赛的目标。和去年一样，G2赛前依旧进行了皮肤选择环节。老板向大乌龟放话，30个小时以后我们就要吊打你们。大乌龟呢很淡定，我们不搞这些有的没的，直接重拳出击。Oh my Showmaker! Salt the wound! Oh no, that is BM. And let me remind you folks, for Showmaker and for Damwon Gaming, this is personal. This of course a translated quote, but he wants to crush you two into pieces as soon as possible. He said that. He wanted them to beat Genji. He said, screw LCK guaranteed in the final. Give me that rematch. 大乌龟这次明显有备而来，赢下的对局干净利落，从前期对线到中期团战，全部把G2给打晕了，手都还不了。本次4强赛分均伤害排名中，牛宝和 Showmaker 打出了比大部分 AD 都要高的数据。Kenyon 的表现也不弱于线上选手，只能用恐怖来形容。唯一输掉的一场还是因为他们放出了G2的绝活双卡双带，牛宝的剑姬0-7梦回春季赛。不过呢，翻了一下之前的直播，牛宝这剑姬好像确实玩不明白。피오라를 열심히 하고 있는데 다음 패치 때 잭스랑 피오라가 버프가 돼가지고 좀 미리 하고 있습니다. 피오라부터 일단 걸음마 좀 떼는 중이에요 지금. 이모티콘이라 해야 되나? 이건 뭐예요? 아 이거 검인가요? 총이 아니라? 아니 남자친구 안 괜찮아요. 왜 자꾸 물어보는 거야? 这一场 BO5 的最后一局，大乌龟仅仅用时19分钟就推平了G2的基地，这下轮到解说戴痛苦面具了。I think what was so important about this too is again this was the highest that Damwon have ever been. You know, they came about in an era when there was no crowd. You know, spring didn't look too good. They really evolved into summer. 因为去年大乌龟被G2 3-1碾压，所以这一次能够看得出来，他们是非常迫切的想要复仇的。我不但要在比赛里面干碎你，还要在整活上压制你。他们经典复刻了G2的庆祝动作，虾仁诛心。推特上的欧洲观众纷纷破防，恳请 LPL 的队伍替他们复仇。不过他们的老板还是很大气的，呼吁粉丝别冲大乌龟了，别当玻璃心，挨打就要立正，我们明年再来。不得不说，这个格局还是可以的，有整活的资本，也有低头的勇气。RP 在推特就装傻了啊！不好意思，兄弟们，没看今天的比赛，我听说 DWG 赢了是吗？比赛结束后最自闭的就是 Caps 了，赛后群访，队友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当中，他。Caps 说他已经1年又1年的失败了，但这只会让最终的成功更加甜美。加油啊，小帽！明年一定要再来中国啊！苏宁在4强的舞台当中更进一步，3-1击败了滔博，代表 LPL 进入决赛。这场比赛称得上是小狮子的自我突破。夏天的时候还有很多人都在说苏宁不过是伪强队罢了，全看骚粉的发挥。但在这一次的世界赛，苏宁整支队伍的成长令人窒息。和他们练过的队伍都说苏宁的训练赛是真的牛批，苏宁是 LPL 最强的队伍。 수닝 진짜 근데 수닝은 잘할 줄 알았어. 우리 경기 때도 야간 스크림을 하더라고요. 그때는 보통 야간 스크림 할 시기는 아니었는데 수닝이랑 담원이 그 솔랭이랑 스크림 판수가 진짜 두 팀이 제일 많거든요. 정말 한 만큼 보상받는 느낌이네요. 他们的2条单人线也展现出了强大的个人实力。Angel 可以说是本次世界赛最被低估的选手了。虽然之前一直都在当工具人，但是他还是有一颗 carry 的心。我还是比较希望我自己是吃很多钱的，然后团团可以打5等。阿斌也减少了犯病的次数，操作越来越自信了。这对中上甚至可以用熟练度极高的武器阿卡丽去硬打奥恩发条这种版本之子，真的是年轻人不讲武德了。幻风也有着肉眼可见的进步，他在这场 BO5 的第4局打出了恐怖的分均输出，整个 BO5 的数据在众多 AD 中也是独一档的。谢谢那个谁，我已经说累了好吗？
Fnatic 的摄影师说，幻风在找欧成合影的时候，还专门问了他认不认识自己。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你唐幻风的大名了。骚粉在这个 BO5里也是究极不当人，他玩游戏的理解总是能够异于常人。经典排眼刀千珏、盛打野，还有 CD 刘皇子，尤其是这个皇子啊，玩得像个怪物，一波团战3进3出，对自己的坦度和 CD 计算到了极致。这场比赛在 YouTube 的东南亚频道有近400万的观看人次，骚粉一小步，越南一大步。家乡的年轻人看到首富进决赛以后都要疯了。不过这一次骚粉进决赛，大伙都血赚，只有一个人是亏的。喝奶茶，喝个锤子你喝。等他打到决赛，我请他喝100杯奶茶，我把他这辈子的奶茶都包了，他只要能打到决赛。本期视频最后，我们请来了水晶哥来和他一起聊一聊自己的老队友，感兴趣的兄弟们不要错过哦。至于蛇蛇，这一次的麦克风又听到了他的求饶式指挥，小朋友猛归猛，但还是不听话呀。下路一波，下路一波，下路一波，走路，快去打我，快去！滔博这边就不太理想了，水手组合的发挥远远低于预期，预言家和369也很低迷，咖哥从头顶到了最后，成为了滔博唯一一个站着死的男人。赛后掩面而泣，和蛇蛇相互拥抱。流浪闪电狼计划只差最后一步了，好兄弟，你也要加油呀！最终大乌龟时隔3年代表 LCK 和苏宁在决赛相遇，距离上一次在决赛里的中韩大战已经要追溯到14年的皇族和3星白了。这回第一赛区之争可算是有一个结果了。韩国观众看到小狮子进决赛，都在说什么大乌龟稳拿冠军了，今年是 LCK 最有希望的一年。虽然苏宁只是 LPL 的3号种子，但他们先后在小组赛里双杀了 LEC 的1号种子，淘汰赛里又先后送走了 LPL 的1、2号种子，这不由得又让我想起了叉烧老师的名句。就是你觉得今年 LPL 夺冠的概率大吗？蛮高的，我们已经2冠了，拿第3冠感觉不是很难，毕竟有那个银河战舰滔博嘛。而在今天，他们击败了 LPL 的第1种子滔博，还有那个京东，对不对？哎呦，苏宁3-1拿下了京东，没有我们的事。太爽了，牛逼！这支苏宁身上背负的不只是 LPL， 还有曾经闪电狼的荣光，越南观众的期望。毕竟骚粉当年差一点也要去闪电狼了，因为签证原因未能如愿。今年和叉烧再续前缘，你们的成就已经非常惊艳了。现在决赛，他们又要面对的是 LCK 的1号种子。如果苏宁这一次拿下冠军，那他们将会是 S 赛历史上的最大黑马。毕竟主题曲里面早就说了嘛，有狮子之心，何必在意？不要有压力，不要紧张，最后一步尽力就好。我是 LPL 粉丝李智粉。众所周知，队伍的发挥和场外因素也是有一些关系的。据苏宁的队员说，队伍是从输给 EDG 之后开始蜕变的。国电真有你的，军功章必有我电宝1/7的功劳。这一次世界赛4强队伍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罗技赞助的，选手全部使用的是罗技品牌的外设。要知道，首富到现在都还在用罗技13年发布的 G100S， 到现在已经停产了，用了6、7年都没坏，这鼠标质量真不错呀！作为 S10 的官方赞助商，罗技应该是本次 S10 最大赢家，宝马、奥迪哭晕在厕所。在世界赛打出好成绩的诀窍找到了，建议罗技爸爸多签几支 LPL 队伍，说不定明年就会师决赛了呢。好东西当然要一起分享，现在在靠谱电竞微信公众号还准备了600个今年 FMVP 的罗技同款鼠标，只需要关注公众号回复 S10就能参与了。现在抽奖的人不多，中奖的机会很大，用罗技外设我也能做世界冠军。迷惑行为KDA 新出的 MV 是真不错，姐姐们一个个都有了新的造型，越看越好看。虽然塞勒芬妮一来就当了 C 位，但大伙儿控评归控评，不要拉踩我的新老婆。这次的中文歌词还是很棒的，不是吗？不愧是拳头音乐公司，仔细一听这个开头，翻译过来这可不就是打工人、打工魂，阿卡丽就是人上人。
马老师这一次在解说棋和解说配合的不是很好，第一局经典胡言乱语，第3场提出了8分钟理论，传染了王多多老师。哎，多好的带诗人呀，可惜可惜。昨天特别好玩，你知道吗？应该是马老师跟我跟记者说，这个我就怕没有话说，怕没有话说。然后我跟王记者我们就疯狂鼓励啊，没事，马老师发挥。结果马老师是吧，一开始过于的放飞，结果是受到了大家的这个声讨，怎么变成马老师了？我们毕竟是斗鱼的一手，怎么说呢？模仿达人。你可能觉得我在斗啊，但实际上我在第5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菜？你是不是觉得我只有白金水平？那我只能说你太年轻了。哈，有人说你这个模仿细节拿捏得很好，哈，这个怎么说也是斗鱼的模仿达人。哎，你比如说在这里，叮回手，他又轨道一看看不见，走呗手里干，哈哈，难受，很烦。这次世界赛结束以后，欧美赛区发生了大动荡。简皇最近刚和 TL 续约，3年420万美元，拿最多的钱打最惨的3-3。根据目前可知的情报，RP 将要在下个赛季重新回归中路，所以他可能会离开 G2 寻找新的队伍，然后自己在推特上开炮。嘿，简皇，听说你的合同不错，要是被人抢了，是不是挺难顶的？ G2 老板也发推特，留言大多数不是真的。不过北美赛区愿意花多少钱收一个9星上将呢？我帮一个朋友问的。这条消息一发出去，欧洲粉丝集体绷不住了。简皇，你的合同真不错呀，搞得 RP 都不想拿冠军，想去养老了。然后火速 P 了一张 Fnatic Perks 的图来暗示。哎，我说 Fnatic 这不留一下的吗？纯正欧洲法王在此，欧城加 RP， 好家伙，新的宇宙战舰诞生了！我真的非常期待 Perks 和 Caps 穿上对手的队服重新交手。Fnatic， 这是你们打败 G2 重新翻身的好机会啊！还等啥呢？给我抓紧时间下单啊 ！TSM 本周官宣，法王比尔森退役转教练，又一个活化石级别的选手退役了。和其他选手不同，比尔森的退役毫无征兆，却又合乎情理。虽然他是 NA 的旗帜，但他其实是一个丹麦人。从小被校园霸凌的他，选择了用游戏逃避暴力。TSM 给了他信任和鼓励，他便用自己全部的职业生涯去回报他。现在在他认为合适的时候，他选择转型做了教练，继续为这个队伍奉献。有些人并没有离开赛场，他只是从闪耀的星星变成了一片银河。Hey guys, it's Bjergsen here, as you may know, and I'm here to talk to you guys because I have an announcement to make. I'm really grateful for what playing professionally and what League of Legends and TSM has really given me. When I first started playing professionally, I was a depressed kid in Denmark, and I was really just, League of Legends was just an escape from the hard times I was having at school especially, and in my first couple of years I was really just playing to stay out of school because I knew that if I didn't make it I would have to go back because you have to finish high school, especially in Denmark. In school I got bullied a lot. I had some pretty abusive teachers. I would be out of school for 2 weeks and then I would try to come back and it was just very hectic and yeah, I don't know. In the beginning, I mostly got bullied for things like being skinny and like playing a lot of video games. The bullying became very physical. Like I would come back with like bruises and marks, and I would come back like bleeding some days. I remember one time, 2 guys had a spoon and they cut the thing between like your mouth and your tongue. I knew it was bad, but I thought I was just the one who like took the hit. I was just the unlucky kid. Like if someone came up to hug me, I'd be like, I'd try to defend myself because I wasn't sure if they were gonna grab me or like punch me or something like that.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片尾水晶哥的采访，大家别忘了看哦。千言万语一句话，小狮子决赛给我冲！收藏过2万，下周继续更新。我是超 carry 的柴西，我们下期再见，886。喂，你好，喂，你好。哦，喂，水晶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嗨，大家好，我是 Crystal 水晶哥。就我看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做了，就是大家说你长得比较像邪剑嘛，你现在接受了这个邪剑大人这个称呼吗？那没办法呀，长相就这样啊，那不接受也没办法，对吧？那长就长这样，没办法，就接受了吧，自己长得很有特色。这次骚粉非常顺利的进入了决赛，你怎么评价老队友骚粉在这一次世界赛的发挥呢？发挥就是常规发挥吧，因为他其实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世界上最顶尖的打野，所以我觉得他常规发挥就没什么问题，可能还没有展现出他真正的实力吧。你不会在阴阳怪气吧？没有，真没有，因为我跟他做过很长时间队友嘛，我其实是一直觉得他非常强的。在场上和赛地，你刚刚也讲嘛，是老队友，那你怎么评价他呢？比如说你要用3个词去形容骚粉，你会用哪3个？3个词形容骚粉啊，夸张离谱，然后思维清晰。为什么呢？这算了，因为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打野嘛，他比别人强的地方还有不仅仅是操作，他的思维，他的大局观能力在打野里面算一流的，最顶级的。现在就是看他马上要进决赛了嘛，你现在心情怎么样呢？心情肯定是为他高兴吧，还有一点点其实也比较难过。跟他做队友的时候没有去打过世界赛了，其实自己才想，是不是坑了他呀？其实也有点难过，但是开心肯定是为他开心的，就为他高兴嘛，因为他确实是一个实力非常强的人，而且他的性格也非常好，他值得所有比赛就是胜利，他也值得去打这个决赛。你刚刚讲说就是有难过的地方嘛，那你觉得当初的那个 BO10有什么让你遗憾的地方吗？你要说遗憾吧，我觉得就是可能最后一把大家整个团队都没打好嘛，就是不管说是选手啊，包括整个团队，其实在最后一把都没有处理好，就这一点是比较失望的，其实别的都还好。你能不能立一个 flag， 比如说如果骚粉能夺冠就怎么样？苏林要是夺冠，对，我直接 cosplay 邪剑上嘛。可以，没问题。